拿着东非3国签证，我已经穿越了卢旺达、乌干达。今天我将去到这3国的最后一站——肯尼亚。从赤道线到内罗毕的街头，从现代都市到基比拉贫民窟，这次又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走起！前方再走1公里，就可以入境肯尼亚了。前面的司机他说，这里有一个检查点，所以他让我先下来，因为他怕警察找他麻烦。顺便我背着我自己的这个比较重要的包，因为万一有什么问题，那个包里面全部都是衣服，丢了也就丢了，但这个包不行。Thank you。司机是个好司机，司机没有给我耍花招。现在我们就在这个 clear line， 这里是肯尼亚。没想到吧，在赤道还能穿着厚厚的棉服，因为赤道很热，是不是？赤道其实没有那么热。我的严谨一点好了，不是所有在赤道线上的国家都会很热，在低海拔的地方，像刚果金、加蓬、索马里真的会很热。但如果是在高海拔的地方，像肯尼亚、乌干达，那反而会有点冷。咱们也在拍照的。这条路司机大哥已经开了无数个来回，但他告诉我，他从未停下车在赤道线流。有些时候，只有当你是一位游客的时候，或许你才会把握住每一次遇见。Asante Sala， 哈哈哈，这一路全是哎。站到内罗毕了，走在大街上，我现在要找个地方找点钱。这个帐篷小窝简直不要太舒服了。哎呦，这么躺倒，这么睡上，再也不担心有什么臭蚊子咬我了。Madam, you see, this one is not my room, but I can open it. That means any key can open any door. This is my room. It's not safe like. 我个小区里，这样的话，人家拿着这个钥匙，只要随便把我的门就开了，我放在里面的东西可能就会被别人拿走。好吧，好像是因为这个门坏了啊，还好我昨天没有选这个卧室。这个卧室是任意钥匙都能打开的卧室。然后我看了他们2个钥匙，其实有不同的。你看他们2个钥匙是有不同的。OK， 这我就放心了。Thank you, madam。姐。这些花里胡哨的公交车有个名字马塔图，它们不只是运送乘客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年轻人的集体画布，涂鸦、霓虹、嘻哈、动漫，各种偶像，每一辆都是一面在街头狂奔的文化镜子，也是东非最具风格的街头艺术。在这里，公交车不再只是公交车，是行走的夜店、移动的派对、城市精神的音响喇叭。随便看上一辆马塔图，我是谁？我在哪？我这坐车还是在蹦迪？这公交车完全不考虑老年人的心脏呀！我这个心脏现在已经震得不行了。这风倍真的是太大了，我这整个心脏真的快受不了。我要坐这个车坐10公里，我耳朵快被震聋了，真的太吵了。不要气，听力重创已学乖。内罗毕挺有意思的，你在这个大市场，你会发现它有很多人在卖书。这个在其他的非洲国家的大市场，都是非常的常见。这个是卖的很多都是那种旧书、二手书。这瓢里是啥？ Madam, what is that? What is this? What is that? Put a little. Oh, okay. What is that? What is this? 被自己讨厌到，我问题怎么那么多？ What is that? Honey. Honey, put a little, please.
刚才各种调料一顿胡放，然后放成这个样子，咱们搅一下啊。一个大瓢是50，差不多就是2.5块，差不多的那个价格，特别像芝麻糊嘛。它里面就是放了什么他们非洲的一些什么材料呀，搞成这种糊糊子状了。总体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偏甜口，再加上后面它有释放那个调料里面还有蜂蜜啊什么的，就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甜。喝完了，就是那个他们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就街边啊，就各种那种小吃摊，然后里面卖的有这种肠、savannas，然后呢有那种什么外面裹了一层那种奥尔良面的那种土豆，那个应该是一个牛肉炸的什么玩意儿？这个牛肉我瞎猜的。这还有鸡蛋、茶巴的饼，咱们吃个这个土豆啊，全部切开。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好吃的，一个50，差不多3块钱了。我最近被这肯尼亚这个天气真的折腾的有点感冒，因为它不是有的地方有高山嘛，有高山的地方那个温度就相对低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吧，到白天的时候，它这个温度又特别高，就是昼夜温差大，导致我现在就有点感冒。哎，我说怎么有人在瞅我？那上面有人，那好像是个网吧还是啥？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不能再瞅，再瞅手机就没了。你们可小心一点呀！我都为你们担心死了。过内壁了。Sorry， 内罗毕。跑的这个马路也是一件有挑战性的事情，你一定要快准狠，不然的话你就会一直被卡在那个马路上。内罗毕是肯尼亚的首都，也是非洲最重要的国际城市之一，有东非心脏之称。这座城市有一种独特的张力，有高楼林立的商业中心，毗邻广袤的野生草原，国际组织、科技公司、媒体总部也都云集在这里。内罗毕不是非洲最富的城市，却是最全球化的城市之一。它的节奏、它的艺术、它的混乱与活力，让人一踏进去就被卷入它独特的城市脉搏。联合国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办公室，但真正意义上具有总部级别的城市只有4个：纽约、日内瓦、维也纳，而第4个总部驻地则是在内罗毕，主要负责环境与人居一体。然而，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就在这里，好吧。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非洲最大的一个贫民窟。走在那个主街道的时候，你看不到；走在主街道，你感觉就是非常平常的非洲街道的样子。但是当你走进来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贫民窟的一个存在。基贝拉贫民窟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南侧，联合国和 NGO 都把基贝拉视为非洲最大或之一的贫民窟，人口估计从20万到超过100万不等。因为没有正式的登记，很难给出精确的数字。它最早形成于英国殖民时期，随着城市化的失控，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内罗毕，基贝拉不断的扩张，最终发展成了如今密度极高的非正规定居点。和众多贫民窟一样，这里的房屋都由铁皮和木板搭建，缺乏稳定的供水与电力，垃圾污水与泥地交织，失业率高，犯罪与贫困共存。没有什么这个污水处理系统。嗨，啊？Hi. What's your name? What's this one, man? My name is Yankee. How many families living here? About 15. Okay. Wow. All right. Thank you. 这在干啥？这玩污水啊！这是。What are you doing? Hi. What are you doing, huh? Hi. They're drinking that water? Yeah, just playing. Oh, playing, 哈。Yeah. OK. 吓我一跳，我以为他在喝那个水，然后他在玩那管子坏了，然后呲出来的水。看，这就是被城市包围的这样一个贫民窟里面的真实的样子。比我想象中好一点，这地方有这个他们的这个用水，我以为没有用水，因为他们有很多非洲人不是就是他们没有用水嘛，然后就是头上都会扛着一个黄色的桶呀或者什么的，就是走那么几里路去搞那个饮用水啊什么的。这里好像部分地方它还是有这个生活用水啊饮用水的供应。就我这当地认识的朋友艾丽，她都是第一次来进到这里面，之前她都没有进到这里面，她都挺惊讶的，就是人在这里怎么生活的。我真的非常小心在走路，我真的生怕自己滑到那个垃圾的污水里面或怎么样。这个一点安全保障都没有，这小孩生活在这种环境，
热辣辣的，呼吸着恶臭的空气。你说这下雨天的时候，随便走一下，有时候都能滑倒。嗨 Hello， 小孩时尚呀，他弄他的这个头发啊，破，啊，这真的是个臭水沟啊！天呐，这太臭了。小孩放学了，天呐，这小孩就在这种环境里面。Be careful。啊 ，OK。现在小孩一个一个的，哎呀。去到基贝拉贫民窟之后，其实我内心并没有想象中那种巨大冲击，并不是因为这里不够贫穷，而是因为在来到基贝拉之前，我已经看过太多相似甚至更极端的现实。比如说尼日利亚的拉各斯的马可波水上贫民窟，那里的生活环境已经相当恶劣，也更加超出常人的想象。我并不是想把贫民窟之间进行比较，谁更穷谁更苦，因为这本身并没有意义。对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每一个困境都是真实的。只是当我在非洲不断遇见这样的地方，而作为一个穷游者，我却无法带给他们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时，我带走的更多是一种无奈。无奈于个人力量的渺小，无奈于世界的不公平。当我觉得眼下的这些人的生活已经很恶劣了，不可能有人过着更加恶劣的生活。但当我继续走下去时，却发现非洲还有无数个人过着这样的生活，还有无数个贫民窟不为人所知。甚至在当我以为加沙终于迎来了片刻的平静，穿越中东的这片土地向南望去，非洲的苏丹正经历着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作为一个穷游背包客，我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我能做的只有记录、记住、提醒自己，我们习以为常的平稳正常生活，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奢侈品，并且也不应该把它当作理所当然。